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市值蒸发21亿港元，王一博还能拉着乐华走多久？5月22日。井号乐华被冻结2390万财产，井号话题冲上热搜。近日，头顶王一博光环的乐华娱乐集团（下称乐华娱乐 02306HK） 交出了上市后的首份财报。4月25日，财报公布的首个交易日，其股价下跌 2.06%， 截至2023年5月23日港股收盘。乐华娱乐报收 3.81 港元每股，折合人民币 3.43 元，对应市值 33.22 亿港元，折合人民币 29.90 亿元。对比上市首日市值，已蒸发近20亿港元。乐华娱乐是一家涵盖艺人管理、音乐 IP 和运营以及泛娱乐业务三大业务模块的文化娱乐平台。曾被坊间戏称王一博概念股。在财报援引福若斯特沙利文报告称，按2021年艺人管理收入计算，其在中国艺人管理公司中排名第一，市场份额为 1.9%。根据财报披露，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乐华娱乐拥有68名签约艺人及58名参加公司训练生计划的训练生。不二研究据其财报发现，2022年乐华娱乐营收 9.80 亿元，同比减少 24.03%， 同期其经调整后净利润为 2.67 亿元，同比减少 32.41%。乐华娱乐近4年营收累计 38.23 亿元，其营收结构仍相对单一，高度依赖头部艺人管理。去年，来自艺人管理的市收入为 8.52 亿元，当期营收占比为 86.9%。今年1月的一篇旧文，艺人管理第一股，乐华娱乐市值50亿港元中，我们聚焦于乐华娱乐如愿实现上市星梦，虽然其成为艺人管理第一股，但仍未摆脱对头部艺人管理的依赖。时至今日，在王一博之后，凭借批量制造偶像的乐华娱乐能否真正突破顶流依赖症？由此，不二研究更新了1月旧文的部分数据和图表，以下 enjoy。顶流王一博近年可谓在娱乐圈火了半边天，其背后的经纪公司乐华也在近期有了新动作。去年3月8日，乐华娱乐 02306HK 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，拟主板挂牌上市，这是乐华娱乐第3次向资本市场发出冲击。今年1月19日，头顶王一博光环的乐华娱乐正式挂牌港交所，成为艺人管理第一股。上市首日，1月19日，乐华娱乐的开盘价为 5.60 港元每股，较发行价上涨 37.3%， 盘中一度涨超 50%。截至当日港股收盘，乐华娱乐报收 6.03 港元每股，折合人民币 5.43 元。对应市值 52.46 亿港元，折合人民币 47.23 亿元。2009年，杜华创办的乐华娱乐，旗下有王一博、韩庚、孟美岐、范丞丞等时下热门艺人。成立至今，乐华共完成3轮融资，投资方包括华人文化、阿里巴巴、字节跳动、悦博资本和荣喜创投等。作为乐华娱乐背后的女人，杜华是个野心家。从小镇来到北京，几次跳槽，最终成立乐华娱乐。最难的时候吃不起饭，找不到工作；最拼的时候生完第一胎，下了手术台就立马投入工作，甚至抵押了房产。倒卖 CD， 做调查员，住地下室，
所有北漂经历的，杜华都经历过。乐华娱乐的开始也并不顺利，主要业务是音乐和艺人经纪，签约的陈好、李小璐经纪却都在演戏上，直到签下韩庚，乐华才得以存活。而在乐华娱乐主要股东中，杜华持有 50.18% 的股权。除了娱乐行业，在餐饮和美妆行业等公司也均有涉猎，足以见其野心。据招股书及财报显示，2019至2022年，乐华娱乐的收入分别为 6.31 亿元、9.22亿元、12.90亿元和9.80亿元。同期，经调整后年内净利分别约为 1.19 亿元、2.96亿元、3.95亿元和 2.67亿元，净利率 18.90%、32.10%、30.60%和 27.20%。不难发现，2022年的营收和净利都有所下滑，或由于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市场波动影响。同期毛利分别为 2.80 亿元、4.93亿元、6.02亿元和 3.63亿，毛利率约为 44.3%、53.5%、46.6% 和 37.0%， 在2022年同样也有所下降。在不二研究看来，在杜华强势、坚韧、不服输的性格下，得以有了如今的乐华。2019至2021年，乐华的收入虽略有减缓，但也是直线飞升。近期，偶像塌房事件时有发生，一方面来自于娱乐大众的监管，一方面内娱环境近年来备受重视，乐华娱乐是否能够成功突破顶流依赖症？乐华娱乐的主营业务分为艺人管理、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和泛娱乐业务。据招股书及财报显示，2019至2022年，来自艺人管理的收入分别为 5.30 亿元、8.08亿元、11.75亿元和 8.52亿元，占收入总额百分比为 84.0%、87.7%、91.0% 和 86.9%。来自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的收入分别为 0.75 亿元、0.93亿元、0.78亿元和 0.97亿元，占收入总额百分比为 11.8%、10.0%、6.1% 和 10.1%。来自泛娱乐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0.26 亿元、0.21亿元、0.38亿元和 0.30亿元，占收入总额百分比为 4.2%、2.3%、2.9% 和 3.0%。不难看出，乐华娱乐主要依托艺人管理收入为生，而近2年大火的王一博，同时也是乐华娱乐的一哥，在招股书中被提名18次。按微博关注者的数量排序，博得前5的分别为韩庚、王一博、孟美岐、范丞丞和黄明昊。据百度指数数据显示，2019年至今，王一博和孟美岐的搜索指数以绝对优势领先其余3人。在2022年，王一博搜索指数一骑当先，资讯指数也保持遥遥领先，当之无愧的乐华一哥。在惊叹王一博带来的高热度的同时，招股书数据显示，王一博于2014年签约，距合约到期仅剩2年。同时，孟美岐等人也都仅剩1-2年不等。主要艺人的续约问题将会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。此外，据招股书及财报显示，2019至2022年，艺人管理的成本分别为 2.41 亿元、3.17亿元、5.29亿元和 4.32亿元。2020至2021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33.43% 和 65.27%， 2021年较2020年有所提高。对比同期净利率 31.66% 和 25.99%，
以及毛利率 52.5% 和 46.0%，却与之相反。2019年6月，王一博凭借《陈情令》得以出圈，也是在之后1年时间，乐华的收益得以飞升。或是由于其流量天花板渐显，2021年收益增速也略逊于2020年。但这并不妨碍王一博作为乐华一哥的事实。截至2021年底，王一博的数字单曲《无港》和《我的世界守则》分别售出约1760万张和1520万张，在乐华娱乐众多数字单曲中拔得头筹。据财报披露，去年乐华娱乐发行了16首数字单曲和13张数字专辑，共计83首歌曲。其中，王一博依然是最主要的贡献方，发布单曲像《阳光》那样售出超200万张，一张售价4元，总销售额800万。在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分支中，王一博也同样是主力输出。若按照市场价3元张的价格，仅王一博的2张单曲收入就近1元。作为泛娱乐业务的主力，So 在2021年开始风靡于 B 站，将泛娱乐业务收入由2020年的2108.2万元增收至3786.9万元，毛利率高达 77.7%。虽然其收益在2021年只占总收益的 2.9%， 但作为发展中的潜力行业，加之杜华的偏爱，未来可期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2021年6月，So 成员的美术著作权所属公司杭州看潮信息曾发生工商变动，公司实控人变成了字节跳动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游艺科技有限公司，持股 100%。不二研究认为，从创始之初的韩庚救场，到如今的王一博独大，乐华也没能逃出娱乐公司的通病。面临签约艺人纷纷临近合约期限，乐华能否成功续约或将关乎其存亡。据福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，2021年按收入计，中国排名前5的艺人管理公司，乐华娱乐排行第1，但也仅为 1.9%。其余4家市场份额分别为 1.4%、1.3%、1.2% 和 0.7%， 行业集中率分散，乐华娱乐并未占有明显优势。由于疫情影响，2019年中国艺人管理市场的规模开始呈走低趋势，由2018年的685亿元降至2019年的583亿元，2020年再降至523亿元。虽然在往后几年预计会有回升，但是疫情加之限薪令的影响，未来是否会有新的变化尚未可知。另一方面，从乐华娱乐自身来看，其因应收款项的减值产生的信贷风险正不断增加。据招股书显示，2019至2021年及2022年前9个月，贸易应收款项的减值拨备分别为人民币570万元、1420万元、1700万及2120万。2019年至2021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72.7%。也许，旗下艺人的粉丝号召力确实很强，但是乐华本身的公司品牌力却始终存疑。2020年双11当天，王一博代言和推广的所有产品在1小时内销量突破1亿元，获封王一博的称号。这样的顶流效应也一度让安踏的销量冲上历史新高。据安踏官方数据显示，官宣王一博为代言人当天，安踏天猫旗舰店当日流量环比上涨超过 300%。2万双王一博同款霸道鞋一秒售罄，王一博同款国旗款及休闲款短袖 T 恤均在1小时内断货，销量分别超过2万件。在不二研究看来，艺人管理市场的不稳定性，
以及行业的分散性，乐华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。王一博作为现今娱乐顶流，其粉丝号召力可想而知。在其为乐华娱乐带来收入的同时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资本市场看重的是公司的品牌力，粉丝是为偶像买单，而非其背后的经纪公司。造星工厂路在何方？2021年，乐华娱乐的艺人管理收入占比高达91%，王一博功不可没。根据财富杂志列出的2017至2020年明星收入排行榜，王一博同期收入高达11.2亿。对比乐华娱乐2019至2021年的近30亿收入，粗略估计，不说他的收入占据了乐华娱乐的半壁江山，也是必不可失的一部分。顶流依赖症已成为各大娱乐公司的通病，当资本不再相信顶流，凭借批量制造偶像的乐华模式路在何方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